好，安装完了 Visual Studio 之后，我们一开始先来建立一下自己的自信心，马上就来创建我们第一支 Web API Hello World。那这边的话，当然就是上一节课有教过了，我们先新建一个专案，然后选择 Web API。这边的话，我们就打上我们这一次专案的名称 Hello。下一步。那这个就照我们上次的设定，按下建立之后，这边我们等一下专案建立起来。那其实它建立好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执行，来看看它，因为它有预设的一个范本。那我们这边要执行起来，在这个开发环境执行起来，就按上面的这个 play 的地方启动但不侦错。我们按下去之后，它会自动的开启一个浏览器。好，那这边开起来就是它预设范本的这一个一支 Web API。那其实这样子就已经算是你安装的是没有问题，因为它也可以成功的执行起来。那我们今天要来创造一个我们第一支的这个 Hello World API 要怎么做呢？我们看到这个 Controller 的这个资料夹，我们把它打开，接着对着它按右键，然后我们选择加入。新增项目，那一开始打开可能是精简模式，那我们这边可以按一下显示所有范本跳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它就有很多范本，那我们这边要选的范本会是这一个执行读取写入动作的 API 控制器。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已经帮你写好一个基本的架构的一个范本，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这一个。那这边还有个空白，那空白基本上它就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先来创一个空白的看看。好，空白的就很简洁，它就是帮你创造好一个最外层最应该有的东西。那里面的东西这边你就自己写。那这样子也没有问题。那但是我们今天先来建立一下自信心，所以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那我们这边就打上我们 Hello World。然后后面这一个 controller 要留着，那其实留不留都不影响程式的执行运作，但是这个是为了一个算是一个区分说我们看到这样子结尾的 CS 档，就代表说它是一个控制器，那这是一个区分。那其实实际执行起来要不要这一个档名都没有差异。好，那我们按下确定之后，这边就建立起来我们第一支的 Hello World。那跟刚刚空白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刚刚空白是这样里面都没有东西，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帮我们建立一个最基本的 CRUD 的一个架构的 API。那什么意思呢？这边就是读取。那这边是读取单一一笔，那这边是新增，这边是修改，这边是删除，它就先帮我们把框框建立好。那当然里面的东西是要你自己去实现。好，那我们其实建立完之后，其实这一支也马上就可以使用。那我们来使用看看怎么使用呢？一样这边我们按下 Play 之后，这是刚刚预设的。那我们的 Hello World 的这个 API 要怎么呼叫呢？打上你在网址的这个地方打上 API 斜线 HELLO， 那其实大小写是不区分的，都可以那我们按下 Enter 之后，就显示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建立 Hello World 的这个 API 的内容。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看什么地方？我们先看，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支 API 的网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在这边 ，API 这边有做一个宣告 ，API 然后 Ctrl 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首先 API 是写死的就是你网址开头就是 API。那第二个部分，它是用这样子框框框起来，然后写个 Ctrl 的，就代表什么意思呢？它会指向你下面 class 的名称，但是不含 Ctrl 的，所以我们这一支 API 的网址就是 API 斜线 Hello World。那虽然这边有一个驼峰式的命名大小写，但是实际
执行起来这边是大小写不拘的，所以我们打上 API Hello World 就会执行这一支。那我们预设的范本在哪里呢？在这边，这是预设的范本。那为什么预设的范本如果眼尖的同学可以发现，这里为什么没有 API？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因为可以看到这边它就直接Ctrl了，所以那边的网址就直接打这个就好。那我们刚刚新建的这个范本有没有看到这边是有 API 的？所以这两者的差异就在这里。那这边基本上我这边再加一个 A2， 那所以我们这个网址就会变成 API A2， 再来就是 Hello World。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重新整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同学要勾起来，就是储存档案储存时的热重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需要每次你修改完程式之后，你还要去按一下这个，按一下这个，然后我们这边重新整理会发现找不到网页，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把网址改变了，所以说这边我们如果要叫到这一支 Hello World 要这样打，那就可以叫到这个 Hello World。那我们这边再来试试，我们回传了 value 1跟 value 2，所以我们画面就出现了这个值。那我们这边就来改一下它的值 HELLO WORLD。那我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这边如果你有勾这一个储存档案时的热重载，这样子现在还没存，我存下去了之后，我再回到这个画面，我做一个重新整理，有没有发现结果已经是我们改过之后的结果？储存时热重载就是当你储存之后，下一次执行这一支 API 的时候，它不用再执行一次程式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成果。那这样子就不用说你每次储存完之后想要预览，你又要再回头按一次，所以这个动作可以帮你节省你一点点时间，就是你存档完之后，你只要回到你这个画面重读，那程式也重新帮你做了一个这个compiler， 那这样子你的最新的结果就会秀在画面上。好，那其实到这边我们的 Hello World 已经简单的示范起来。那用这个 ASP.NET 的 code 搭配我们 Studio 的这个 IDE 工具，其实开发 Web API 非常简单。你看，就几个按钮按一按之后，我们 API 就可以执行了。这也是我非常爱用这个微软的这个 ASP.NET 写程式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它写起来真的是很简单，而且功能又强大。那效能也是1等1的快。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简单一下建立一下自信心，就是在这边开发就是这么简单，我随便新增一下我的一支 API 就可以成功的执行了。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整个架构我这边预设的架构把它改回来。那这边其实对这个程式有熟悉的，其实它就是一个类别档。那会有 API 的功能，主要是第一个这是继承一个 controller 的功能。那重点就在这边，它这边还附加了这个算是盖在它头上，它就拥有了这个 class 就拥有了一些 API 的基本功能。那这个里面它有写了一些很多 API 相关需要的功能的一些功能。那只要把这个标签放在这个 class 上面，那这整支就会拥有基本的 API 所需要的功能。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其实就是先简单的帮刚入门的新手建立一下自信心，就是说你只要简单的点几个选项按钮，你就可以产生出你的第一支 Hello World 的这个 API。好，那今天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